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大家好，我是卢子全，骨科卢武大夫。大家好。那说到这个骨头方面啊，你知道我有运动的习惯，是。那我昨天突然间爬山跑到一半，突然间就觉得脚软了。我这么瘦，膝盖我倒请教你，你这个运动量这么大，这么常运动，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保养，不会受到这个问题？我们讲这个膝盖，它到底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造成我昨天这么不舒服？我可以想到昨天场景，我们张大夫蛮兴奋的去爬山，结果走到一半开始软脚了，然后走一走没力。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膝盖会退化？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膝盖，大家看这个膝盖这边有这个软骨，当使用久了以后呢，这个软骨会怎么样？磨损掉，磨损掉以后，它就会造成怎么样？膝盖的退化。那这是人所没办法逃避掉的命运，这个就叫退化性关节炎。对。那退化性关节炎呢，因它的严重程度，它有分1、2、3、4，基本上是要经过 X 光片才有一个诊断出来。那我们最常见就是看到病人怎么样走路会软脚，会无力。那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参考。所以我们知道退化性关节炎造成的失能、跟失智、脑中风，还有冠状动脉心脏病这4种，是造成老人家失能的最重要4个重大的疾病。所以退化性关节炎在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它是几乎是70%以上都会有这个毛病。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脊椎支撑的所有我们四肢身体上最大的重量。那我现在要请教卢院长个问题，我们常常以几个名词会去做混淆，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第2个是骨刺，第3个是骨质疏松。这3个是常常听到骨科一些很常疾病，那到底3种怎么样去让观众去厘清这3种到底有什么不同，或是它们有什么相关？大家最常听到就是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简单点讲就是大楼钢筋水泥就是正常的骨头，海砂屋就是骨质疏松。哦，这个解释非常好。对，那各位可以看这个模型，对不对？这个是正常的骨头。这个很致密，那这个就是骨质疏松里面海砂屋一样。所以骨质疏松就是讲到骨头实质上的病变。对，这个一点大家观点很清楚了。好，然后再来讲骨刺是什么呢？就是在骨头我们这周边使用久了，它长出尖尖的刺出来，叫骨刺。尖尖的像牙齿一样的东西，骨刺。所以医学上也有骨刺这个诊断。有这个诊断，有诊断是有的。骨刺。那所谓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就是说这关节呢，整个它已经实际的年龄跟关节的变化超过它的岁数。比如说这个关节到了80岁了，一个70岁的人，可他照 X 光片看他关节已经到80岁了，就是说他的关节已经提前的老化，我们就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好就提早老化的意思。提早老化的意思，对。所以说这3个呢，常常会混淆或是误会一谈。那退化性关节炎是可以说很笼统的一笔带过，就说这个已经超过他的年纪了。那骨刺呢？骨刺我再强调，骨刺主要是说每个人都会有骨刺，骨刺有的话，假如说它没有对你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是没有关系的。像脊椎，它虽然有骨刺增生，可是它没有压到神经，那也是没有关系。所以卢院长意思是说，骨刺就可以轻忽掉，不用那么去理它的意思。对。但是退化性关节炎跟骨质疏松，那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对。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最比较大家感兴趣的叫骨质疏松，大家看这个骨头，哎，里面就像海绵一样，好，这个骨质疏松，骨头呢，随着它年纪，它骨头会流失，然后它生长的速度大于流失的速度，会造成骨质的流失，骨质疏松。那预防骨质疏松呢，有什么方法？就是几点，第一个，饮食一定要多，让骨头有进来嘛，就是骨头补要够。第二个，不要让它流失。那怎么样让它骨头增加呢？就是大家要有正的能量，就是多吃点食物，牛奶、小鱼干这些，补充钙质。对，钙质，对了，好，然后或D3之类的，菠菜这些，然后正的能量，像什么晒太阳啊、运动，都会增加骨头的力量。那负的呢，不要它流失，怎么样呢？流失就是说你就是第二，像一些会造成骨质流失的东西，像茶、咖啡啊这些，都容易造成骨头的流失。或是说你情绪不好啊，或是怎么样，都容易造成骨头的流失。原则上，骨头呢就是要好的多，进去的多，出来少，骨头就会硬。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药物，我们后续再慢慢介绍。所以骨头里面有叫成骨细胞，是一个叫死骨细胞。是。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成骨细胞制造骨细胞的这个成骨细胞，它的活性是大于死骨细胞。可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的死骨细胞去融化骨质里面这种活性就会大于成骨细胞，所以造成骨质疏松。那么尤其在女性啊，女性在我们停经以后啊，因为我们知道女性荷尔蒙对我们心脏、对我们骨头，它是有个保护的作用，它有一个接受体，所以如果是女性停经以后，她的骨质疏松也会急速的恶化、急速的严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年纪老化之后所要走的一个过程。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是。那我们今天呢，重点我们会摆在膝盖的退化性关节炎。是因为膝盖支撑我们身上很大的一个重量。是。那我们请教鲁院长，这个退化性关节，尤其是膝盖的哈，我们依照你的分期来讲。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当然第四期一定是最严重，需要开刀嘛。是。那第一期啊，如果说这个病人他觉得骨头怪怪的，走路有一些卡卡的，或是会软脚，那 X 光找到医院去 ，X 光照到第一期的，那我们市面上有一些叫做葡萄糖胺的东西，那很多病人问我，葡萄糖胺对我们初期的这些退化性关节是膝盖退化性关节，我们知道这个广告做得很大。那这种情况，吕院长，你对他的建议是怎么样？好，就是葡萄糖胺、退化性关节、葡萄糖胺跟退化性关节的角色，这要讲说这个就是要看实体来看，这个膝盖磨损了，这块软骨要怎么样增生？好，那市面上有很多葡萄糖胺、2型胶原蛋白、乳油木果，或是所谓的玻尿酸，这么多的保养品当中基本上每一种药物都有它特定的治疗方法跟特定的治疗目标，我们不能说都没有效，也不能说都有效。我想最大的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的差异度。那很多人来问我说，我到底要吃哪一类的保养品？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先从最简单的葡萄糖胺来试试看，不行的话，你吃乳油木果或是其他的，然后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保养品呢，原则上都是吃个2-3个月，等到好的话就要停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让你关节修复，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你原始的一个条件，就是怎么样让关节能够长长久久的用，不能只靠药物。那长长久久用，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就是要增加关节、膝盖的正能，对，强度、正能量，正能量。那么我知道最新的有一个叫做施打骨头的干细胞，就是关节干细胞哈。这个在最近这几年，在我们台北荣总有骨科部做一些临床试验，听说效果也不错所以为什么干细胞现在在所有我们这些慢性病治疗这么风行？因为我们在2018年9月6号，卫福部已经通过叫特管办法。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